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下午乘专机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此访既是中国最高领导人3年多来首次访俄，也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外交开篇之作。继周一下午应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非正式会谈后，周二，习近平主席与普京进一步展开正式会谈，并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连续会晤的安排十分罕见，凸显了中俄元首的深厚友谊，也足见这趟友谊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旅的含金量之高。周一下午，习近平刚刚抵达俄罗斯，并应约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抵达时，克里姆林宫司令在下车处迎接普京总统，同习近平热情握手并合影。两位元首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两国元首表示，期待明天再次会谈，规划未来1个时期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蓝图。俄新社报道，习近平与普京的非正式会谈持续约4个半小时，互称对方为亲爱的朋友。随后，双方在欢迎晚宴上继续交流，气氛融洽、和睦、热情。对于晚宴上的菜品，俄罗斯媒体也予以高度关注。俄罗斯卫星社指，晚宴菜单上有7道菜，包括远东海产品制作的凉菜、鹌鹑肉饼、鲟鱼汤、石榴果子露，主菜是樱桃汁鹿肉或博朝拉河白北龟。晚餐后还有巴甫洛娃甜点。俄罗斯生意人报指出，在外国领导人抵达当晚就举行邀请少数记者参加的工作晚餐，是国事访问中非同寻常的安排。细节安排呢，的确我也注意到了。俄罗斯呢这方面报道也很多，因为俄罗斯对这个访问呢非常重视，都早就期盼着了。这两个国家领导人呢是引领2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俄罗斯的总统国际问题的助理说，这次访问的安排的礼节性的安排呢尽量减少，主要是要着眼于取得最大限度的成果。中俄元首会见引起外界高度关注。那么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近1半的媒体提问都与该议题有关，其中不乏会见的细节。有媒体注意到，两国元首在会见时十分热情，展现了中俄关系未来的定位和发展。此外，此访将为政治解决俄乌危机带来哪些影响也备受关注，比如中方是否仍然保持中立，是否愿意和美方就俄乌问题合作等。而针对美方官员对中方立场的指手画脚，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国既不是乌克兰危机制造者，又不是危机当事方，美方没有资格对中方指手画脚。汪文斌介绍，会谈中，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作为最大邻国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俄关系在各自外交全局和对外政策中都占据优先地位。中国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把中俄关系巩固好、发展好，是中方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抉择。中方同俄方加强战略协作的大方向坚定不移。中俄都致力于实现国家发展振兴，都支持世界多极化，都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做世界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元首外交呢，在中俄关系当中呢，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这也是世界所有大国领导人当中唯一的一对肝胆相照的朋友。我在参加瓦尔代年会的时候，听普京总统呢多次赞扬习主席的工作成就。习主席呢这次提到的这个大国相处之道的，我觉得是言简意赅，对世界其他国家呢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作用，跟其他国家那种排他性的怀疑、猜疑、敌视完全不一样。如果世界各国都能够这样相处的话，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大的矛盾不能解决呢？过去10年，中俄元首保持频繁往来，会面多达40次。即使在新冠疫情之下，从视频会晤、电话沟通到云见证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云出席对方主场外交重要活动，两位领导人仍以多种形式保持着高频率、高质量的交往。值得注意的是，3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强调，中俄优先方向之一是经贸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到2022年，本已相当大的双边贸易额翻了一番。重要的是，两国在双边贸易中的本币结算份额日益增多，这使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自主，
普京文中提到的中俄能源合作是近年来双边合作的一大亮点。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消息，3月20号，也就是普京在《人民日报》发文当天，该公司通过西伯利亚力量管道的对华输气量创下单日供气量的历史新纪录。此外，数据还显示，连续13年，中国稳居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双方互利合作不断增加。2022年，中俄双边贸易额1902.72亿美元，同比增长29.3%。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国家和市政管理教研室教授尤里亚·菲诺格诺娃指出，中俄经贸合作的整体发展框架在去年就已经奠定基础。中俄商业合作是对俄罗斯企业的重大利好，尤其是在经济和金融领域。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奥斯特洛夫斯基对深圳卫视表示，两国领导人即将签署的一系列合作文件让他倍感振奋。他建议俄罗斯政府更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新华社近日刊发《新华时评：成熟坚韧的中俄关系》指出，中俄关系的成熟坚韧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上。中俄关系的成熟坚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中俄关系的成熟坚韧在持续深化的交流合作中得到体现，两国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合作全面深入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造福欧亚大陆人民。俄罗斯卫星新闻网发文指出，目前的中俄关系是历经多代累积形成的。中俄互为最大邻国，两国互为安全是彼此最大的外交环境，世代友好、永不为敌是两国相处的最好状态。同时，两国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摒弃陈旧的国与国交往的观念与思维，确立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并且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中推进中俄关系更上一层楼。因为两个国家呢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所以双方的合作应该说就是全面的。一个呢，肯定最重要的是一个安全领域的合作，就是两个国家呢还是形成了一个背靠背的这个互为安全依托啊。第二个呢，当然就是非常重要的是两个国家的务实的经济合作，这个现在效果太明显了，互补性是越来越明显。还有呢，当然就是一个外交上的合作。我们两个国家呢，在许多的多边平台呢，都非常好的协调自己各自的立场。两个国家呢，各个领域就说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觉得呢，一定会体现在这次会议签署的一些重要协定当中。乌克兰危机升级于1年，与一些国家拱火浇油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在3月20号晚，中俄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见上，双方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相关表态被视为积极信号。随着中方为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持续发挥建设性作用，让外界看到了曙光的同时，却让美西方焦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明确表示，不支持中国促成停火，令国际舆论哗然。当地时间3月20号下午，刚刚抵达莫斯科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在4个半小时的会谈里，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和平、理性的声音在不断积聚，大多数国家都支持缓和紧张局势，主张劝和促谈，反对火上浇油。历史上看，冲突最后都需要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不久前，中方专门发表了立场文件，呼吁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单边制裁。我们认为，越是困难重重，越要为和平留下空间；越是矛盾尖锐，越不能放弃对话努力。中方愿继续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普京表示，俄方赞赏中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一贯秉持公正、客观、平衡立场，主持公平正义。俄方认真研究了中方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立场文件，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欢迎中方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Конечн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надо проводи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и решать вопросы по ряду проблем, закрепить ситуацию, которая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сложилась, не обострять ситуацию. Насколько я знаю, страны Запада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 против проведения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и поставляют туда все больше и больше вооружения. Но над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твердость позиции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этом вопросе позволит, в общем-то, избежать дальнейшей эскалации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外界普遍认为，普京对中方的劝和促谈做出了较为积极的回应。半岛电视台报道称，普京表示：“我们将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包括你们提出的得到我们高度尊重的倡议。”报道称，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欢迎中国为解决乌克兰问题提出的政治方案，并表明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那普京的言外之意就是研究后我们会有相应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就是普京在表态中所提出的，俄罗斯目前对于和谈是处于这种开放的态度的。值得注意的是，20号，美国国务院宣布新一轮对乌军援价值3.5亿美元，其中包含更多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的弹药。观察指出，美方这次给出的军援金额很小，甚至比拜登突访基辅时给出的5亿美元还少，但时间点却耐人寻味，因此更多是显示一种政治姿态。对于中方劝和促谈的努力，美方的态度却令人大跌眼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甚至宣布不支持中方支持的停火，令国际舆论哗然。The world should not be fooled by any tactical move by Russia, supported by China or any other country, to freeze the war on its own terms. 布林肯抹黑称，中方的外交努力是为俄罗斯提供所谓外交掩护。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国既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危机的当事方，也没有向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美方没有资格对中方指手画脚，更无权对中方甩锅推责。美方声称要维护和平，但人们看不到任何美方致力于和平的实际举措。看到的只是美方源源不断地向战场提供武器，美方应当客观看待中方和国际社会劝和促谈的努力，而不应紧抱冷战思维不放，更不应做冲突延宕升级的推手。外界注意到，月初沙伊北京和解签署协议后，美方也表现出浓浓的酸葡萄心态。这次美方也毫不掩饰不希望中国调停俄乌冲突取得成果。3月17号，拜登表示：“让我们且看看进行的怎么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的表态更令舆论哗然。If coming out of this meeting, there's some sort of call for a ceasefire, well, that's just going to be unacceptable because all that's going to do, Mike, is ratify Russia's conquest to date. All that's going to do is give Mr. Putin more time to refit, retrain, reman, and try to plan for renewed offensives at a time of his choosing. 可能是此番表态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不耻。20号，约翰·科比稍微修正了表态内容。And look, a ceasefire sounds good. We'd like to see the fighting end. We'd like to see it end today by Mr. Putin leaving Ukraine. But a ceasefire put in place right now, without the Ukrainian perspective even being consulted, basically ratifies what Russia's done on the ground. It basically freezes their conquest to date and legitimizes that. Let alone a ceasefire right now would give Russia a chance to rearm, reequip, retrain, reman, and then restart operations at a time and place of their choosing. So we do not believe that that's an acceptable solution. 实际上，习近平20号在俄罗斯报和俄新社网站发表的署名文章就指出，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解决办法。文章指出，中方始终着眼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前不久，中国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吸纳了各方合理关切，体现了国际社会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为缓解危机外溢、推动政治解决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谈判专家指出，要想成功斡旋复杂矛盾，必须保持自身客观公正。就俄乌双方的反应来看，对中国的立场是赞同的，这就构成了中方斡旋的基本条件。而一旦像某些西方大国那样拉偏架，就会立即丧失调停资格。对此，俄乌双方也都是清楚的，这也是中国智慧的高明之处。观察指出，一些西方人肯定会对中方的努力鸡蛋里挑骨头，各种指责抹黑。美国想一手借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削弱俄罗斯，一手推进印太版北约，拉近同盟体系，加大对中国围堵，这才是美国的真实目的。乌克兰被美国用作一颗棋子。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政府的态度。3月16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话。秦刚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贯秉持的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劝和促谈。秦刚表示，希望乌俄为对话谈判保留希望，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和挑战，都不要关死政治解决的大门。库列巴祝贺中国近期成功促成沙特与伊朗的和解。
并表示中方发布的立场文件体现了推动停火止战的诚意，希望同中方保持沟通。中方立场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劝和促谈。中方将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同国际社会一道，为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中方同各方保持着沟通。我们始终是站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既与俄罗斯进行了沟通，也同时也不忽略乌克兰的一些政治考量。我们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多次的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沟通，可以表现出来中方对于乌克兰危机解决的中国的方案一直是秉持着劝和促谈。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下午乘专机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在习主席下榻的酒店附近，众多俄罗斯青年和中国留学生、中企员工、华侨华人热情挥舞着两国国旗，热烈欢迎的口号同俄语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深圳卫视专访了在现场的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李宗伦。李宗伦旅居俄罗斯30多年。2013年，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俄罗斯时，李宗伦也曾在现场亲眼见证中俄元首互动。而对于这次习主席访问俄罗斯，李宗伦注意到了哪些特别安排？在他眼中，中俄两国元首的密切互动又为双边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来看报道。这次呢，有很多地方与往日不同。这一次出现了中文的广告牌，在这个很多的大屏幕上，在机场的这个路上，这个是往日欢迎国家元首所没有的，这次我觉得是第一次，特别的让我感到确实是感到很亲切。往日我们去欢迎的时候嘛，都是拉着标语啊，热烈欢迎啊。基本的成员嘛，都是你比如说莫斯科的华人华侨、中资公司、留学生啊，以及这个在华这个工作的一些华人呢，还有一些老华侨。这次的主要特色是什么呢？一半以上的欢迎队伍是俄罗斯人，俄罗斯的年轻人。这一点对我来说感触非常深，证明俄罗斯和中国的这个友谊啊，正在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也就是说，俄罗斯政府有意识的来培养这个俄罗斯的青年人对中国的这种热爱。习近平主席这次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是10年来的第9次，也是习近平主席继续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2013年，习主席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也是来到俄罗斯。回忆起10年前习主席的那次访问，李宗伦记忆犹新。正是在那次访问中，中俄两国共同签署了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的补充议定书，确定对中共6大会址进行修复。习近平主席还出席了中共6大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习主席非常深情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遗址的启动修复工作得到了普京总统的大力的支持。普京总统说，我们从莫斯科州把这块土地买了，把这块地方买了以后呢，归联邦所有。那么我们联邦呢，把这块土地租给你们，租金1年1个卢布。而且普京和习主席的私交非常好，这已经不是秘密。对于此次习主席访问俄罗斯时间点的选择，李宗伦认为还应该放在当前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下分析。我们有自己的原则，我们有自己的观点，我们有自己的大国的独立性，我们有自己大国的担当。那么同时呢，也释放出一个信号，中俄关系牢不可破，是稳定的，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俄罗斯的媒体呢最近报道的比较多，说习主席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的这个节点上来访问俄罗斯，是证明了俄中关系的这种牢固和强大。
外界注意到，在习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俄两国元首在对方国家的主流媒体上分别发表了署名文章。这种外事礼仪的同频共振十分罕见。习主席在文章中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化考验，关键在于找到了国与国正确相处之道。您会如何理解相处之道的深刻意涵？咱们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就是伴而不盟。还有加上中国的这个3不政策，是吧？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所以这样的这种相处之道，我认为呢，相互之间都留下了足够的战略空间和自由度。每一个国家都有每国家的国情，每一个国家都有美国国家的利益、核心利益，每个国家都有美国国家的红线，任何一个国家互相之间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如果只接伙伴不接同盟，就给了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国家很大的这个自由度。那么在您看来，中俄两国的这种相处之道，就是给彼此很大的自由度，在俄乌冲突延宕超1年的大背景下，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中国还是坚持它一贯的原则，是吧？坚持一贯的原则就是劝和促谈。同时呢，中国也向世界呼吁，把自己的这个主张公开的，就是向世界来公布。那么这次的这个习主席的这个访问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程度上呢，要对这个问题，要做出一个中国的一个大国的一个担当和姿态。第一点，向世界来宣布，中国愿意作为世界国际大问题的这个解决者，中国也具备了来解决世界重大问题的能力。刚刚这个在北京，这个促成了伊朗和沙特这样的2个宿敌吧、宿仇这样的一个握手言和，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给了这个西方世界是当头一棒。第二，他现在还和欧洲，包括乌克兰，包括美国吧，还有一些西方国家保持着正常的这样的一种国际关系。虽然不能够像这个解决伊朗和沙特这个问题这样的迅速，或者是这样的快捷，但是呢，一定会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中发挥一个很大的作用。外界还注意到，在习主席访问俄罗斯之前，普京总统在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特别提及，我们优先方向之一是经贸合作伙伴关系，更是用了大篇幅提及中俄两国的经贸关系。李宗仁认为这十分罕见。多少年以来吧，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贸易吧，一直是不是很顺畅？这主要是受到了一些很大的一些西方的干扰吧，也就是俄罗斯的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也没有定位，来真正的和中国进行这个全方位的这样的合作。经过普京总统的这次的讲话，我感觉到他比较深刻的，或者是比较领悟到了现在这个10年前提出的这个“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的这个方针和这个大的这个建议的这个正确性，以及这个事情与俄罗斯息息相关。如果说以前他们还是在摇摆的话，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下了决心，要和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合作，包括前些日子传出的共同开发西伯利亚呀，还有这个东方的一些合作项目啊，还有这个向中国这个给了中国很多很多的就是合作的这种机会啊、可能啊，在原来都是不可想象的。确实，这10年时间里，中俄最高领导人会面40次，两国元首政治交往始终保持着高水平、高频率、高质量。那么在您看来，元首在中俄两国的双边关系中发挥着怎样的引领作用？在俄罗斯的人来说，他们也认为他们的总统和我们的主席之间的这个关系
好，那么直接带动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就一个大家庭一样，是吧？这个家长这个关系特别密切，这个家里的成员这个关系也都特别的这个密切吧。就是普京总统和习主席之间的这种元首外交，我觉得非常潜移默化，非常自然。两个人呢还经常在一起，研究这个烹调啊，做饭呢，谈俄罗斯的煎饼啊，怎么着，看起来这个事儿小小不然，但是呢，从各个方面来讲，不但拉近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更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关系。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啊，我觉得这一点来说，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相关话题来连线特别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世界对中国领导人对俄国事访问高度关注，其中焦点是中国的劝和促谈能改变俄乌冲突吗？您怎么解读？主持人好，希望俄乌冲突和平解决的是绝大多数国家，所以呢，他们都希望中国领导人对俄国事访问能够扭转局势，打开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门。中国外交部呢也说，习近平此次访俄也是为和平而去的。刚刚海外媒体呢都在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就乌克兰和平计划呢提出了非常彻底的意见交换，虽然没有透露细节，但双方呢似乎都有所进展。那么从主要的涉事方俄乌的表态看，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可能性呢是在增加。俄罗斯呢称赞中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一贯主持公平正义，因此俄罗斯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欢迎中方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乌克兰外长前几天呢同中国外长通电话的时候也表示，乌方认为中国劝和促谈的立场文件很有诚意，希望呢同中方保持沟通。这说明呢俄乌双方对和平解决争端都没有失去信心，希望中方发挥作用。但是俄乌冲突背后是美西方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战略较量。就在中国接力劝和促谈的时候，美国呢又在给乌军追加3.5亿美元的军援，公开反对中国进行停战协调。欧盟呢也要给乌军提供100万枚炮弹，用联合采购的方式来提高效率。就连日本呢也想继续的攻火打仗，岸田首相从印度击飞基辅，显然呢要给乌克兰军事支持。换句话说，仅有中国的劝和促谈还不够，还要由美西方来支持停战和谈。所以说劝和促谈也很复杂，需要时间呢来进行艰难的协调协商，要让各方凝聚停战和谈的共识。但是中方坚信呢，冲突最后都需要通过对话和谈判来解决。越是苦难重重，越是呢要为和平留下空间；越是矛盾尖锐，越不能放弃对话努力。只要不断的努力，停战和谈的门呢终究会打开。习主席这次访俄呢，就是用中国的和平钥匙去打开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门，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国际舆论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中国领导人访俄以后，开始讨论起俄乌冲突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了，谁适合当协调人等等，这呢就是效果。我个人认为，先停战后谈判的可能性呢正在隐约的出现。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公开表示愿意与中国建交后，美国和台湾当局坐不住了。美国派官员到洪都拉斯施压，不过依然阻挡不住洪都拉斯与中国建交决心。洪都拉斯外交部长20号在与美国官员会晤后表示，美国政府对洪都拉斯寻求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决定表示尊重。外媒在报道中特意为尊重加上了引号。中国外交部21号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3月14号，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在推特发文公开表示愿与中国建交。2天后，美国国务院于3月16号发布声明，宣布美方派出拜登的美洲事务特别顾问杜德于3月17号至21号前往巴拿马和洪都拉斯。分析认为，美国政府此时派要员前往洪都拉斯，显然是要向该国政府施压，同时也向一些私营机构进行游说。有美国官员认为，中洪尚未正式达成协议，美国目前仍有机会迫使洪都拉斯改变
件逐一。美国以及民进党当局官员称，鉴于卡斯特罗的竞选立场，他的这一声明并不令人意外，但其推文以及公布的时间仍让他们措手不及。不过，与美国一些官员此前放风的口径不同，洪都拉斯外交部长雷纳20号在与美国官员会晤后表示，美国政府对洪都拉斯寻求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决定表示尊重。雷纳表示，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在一个有多位官员出席的会议上对这一决定发表了总体性意见，而美国总统美洲事务特别顾问杜德等官员也出席了这个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在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推特发文当天，台方就紧急召见洪都拉斯驻台代表罗德，具体内容外界不得而知。但据一名在场人士形容，长达30分钟的会面现场气氛严肃。之后3天，也就是17号，蔡当局在台北举办晚宴，但洪都拉斯代表缺席。有岛内媒体据此分析认为，蔡当局大势已去。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了，美国再怎么施压，恐怕这个能挽回的机会也不太多了啊。意思就是说，美国想要再用过去传统的门罗主义把美洲视为是美国人的美洲，那我想这个可能已经不太一样了。所以美国呢，如果还是要用这种所谓资本主义式的一个强压的方式，用还有一种类似殖民的一种味道的手段的话，我想应该是很难达到他的目的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1号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任何主权国家都有自主选择发展同别国外交关系的权利。我们欢迎洪都拉斯尽早认清国际大势，做出符合历史潮流的正确决定。这是外交部连续2天回应洪都拉斯相关问题。对于有报道称美国对洪都拉斯进行外交施压，汪文斌20号就曾表示，世界上181个国家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交的事实充分证明，同中国建交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和时代进步潮流的正确选择。美国自己40多年前就在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交，有什么资格剥夺、阻挠其他国家同中国建交发展关系的权利？美国应当摒弃过时的门罗主义思维，切实尊重各国自主决定外交政策的权利，停止干涉有关国家主权事务。2021年12月20号，自由和重建党候选人卡斯特罗成功当选洪都拉斯新任总统。他曾在竞选时表示，如果他赢得大选，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联系，并与台当局断交。当时美方就对他施加了压力。事实上，洪都拉斯所在的中美洲被美国视为后院，长期以来，美国强力干预这些国家的内政外交，使其服务于美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此外，美国也长期将是否与中国大陆建交视为对检验中美洲国家是否对美国忠诚的检验器。在2021年12月10号，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和台当局断交后，目前台当局仅剩14个所谓友邦。训早就有了嘛，自己骗自己了，说不会啊，很稳啊，等等，还有美国在后面帮助我们了。台湾前外事官员谢文吉就透露，除了洪都拉斯，位于中美洲的危地马拉及南美洲的巴拉圭等所谓友邦也都岌岌可危。谢文吉判断，对台当局而言，会出现外事危机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去年承诺援助立陶宛12亿美元，这对于所谓友邦的关系产生直接影响。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几乎打破行情的方式，立陶宛这个国家建立了一个没有外交承认关系的一个代表处关系，撒了大把的银子，将近12亿美金，给我们邦交国负面的观感，得到的经济上面的资源不如一个没有邦交的一个小国。洪都拉斯是中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近7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洪都拉斯的主导产业是农业，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卡斯特罗上台后，洪都拉斯政局趋于稳定，但经济发展仍然滞后。由于贫困，最近几年每年都有10万左右洪都拉斯人通过各种合法、非法途径移居美国。洪都拉斯在中美洲完全就是美国的后院，美国连他的后院都没有办法，都管不住了，必须承认自己两岸政策的错误，外交战略的严重错误。对于为何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事宜，洪都拉斯外交部长雷纳表示，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的决定是为了促进洪都拉斯与一个世界主要大国的经贸关系。洪都拉斯寻求与中国正式建交，是出于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考量，而非意识形态。近年来，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巴拿马、
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纷纷与中国建交，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迅速发展，获得了中国提供的实实在在的帮助和好处，无疑给洪都拉斯起了示范作用。台湾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蔡正元就认为，对于洪都拉斯的经济来讲，无论是美国还是台湾地区都帮不上忙。洪都拉斯与中国大陆建交是出于国家利益考量。洪都拉斯最好的产业你就知道我们台湾为什么帮不上忙了，美国也帮不上忙。它最好的产业是咖啡，再来是香蕉，再来养虾，还有棕榈油，还有最后就简单的成衣加工。我们有去帮人家忙，去把这个产业升级吗？还是给他们新的产业？没有，都没有啊！而且可能也超乎我们能力范围之外。那洪都拉斯已经看到这几个产业，谁最能够帮忙的？中国大陆买咖啡，他开玩笑，可能你洪都拉斯一年产的都通通买光了。那你养虾，那更不用讲了。我们台湾自己养虾，可中国大陆虾的需求量很大啊。棕榈油也是一样的所以整体来讲这个他的洪都拉斯基于他国家的利益，他当然想跟谁？跟中国大陆建交。相关话题来连线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研究所所长朱松龄。朱先生您好。洪都拉斯总统表态将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有知情人士称，美国对洪进行外交施压，要求洪方在中洪建交文件签署前撤回建交意向。您认为此次美方施压成功的概率有多大呢？美方手中的筹码有多少？美国这一次插手干涉洪都拉斯与中国建交，其实它背后有诸多的盘算。但是呢，他插手这样一个事件对于自己的成功率有多少恐怕心里也打鼓。因为我们注意到，对于美国来讲呢，美方往往是通过他的联合果品公司这样的一些农产品公司来控制洪都拉斯国内的相关的政治势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洪都拉斯国内的政治变动。但是这一次看起来呢，由于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确实手里边有牌，确实是因为事出有因，所以说这一次对美方提出来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呢，也有着一定的反驳的这个理由。其中大概有这么几点非常重要。第一点就是在当前这样一个阶段里面呢，洪都拉斯向台湾方面谋求经济援助的时候呢，台湾方面没有给他，反而呢把相关的一些资源给了像立陶宛这样的一些这个欧洲的一些国家。所以对于洪都拉斯来讲他自己跟台湾当局建交或者说维持这样一种关系本身意义就不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的这个总统卡斯特罗本身在选举的时候就明确提出来，希望在选后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建交。但是由于美方的阻挠没有成功，那么应该说这一次呢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由。所以美方现在由于自己国内出现了一系列的金融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自己的牌恐怕也捉襟见肘。第二点就是由于洪都拉斯本身是一个农业国家，那么它的咖啡、它的白虾以及其他的农产品包括香蕉等等，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相对来说既大又稳定、潜力又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很明显中国是非常符合洪都拉斯需求的。所以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目前提出来的跟台湾方面断绝这个外交关系，跟这个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其实是非常正当的。目前看起来美方成功的几率并不是很大。尤其是洪都拉斯的这个相关的官方部门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现在美国基本上同意洪都拉斯跟中国建交的这样一个需求。即使这一次有所阻挡，但是呢，它也阻挡不住洪都拉斯等等跟台湾方面有着所谓邦交关系的这样一些国家跟台湾方面断交，跟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建交的大势所趋。洪都拉斯是中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近7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
在谈到希望与中国建交的原因时，洪都拉斯外长雷纳表示，目前洪都拉斯在金融和债务方面陷入困境，此举能够寻找更多的投资和贸易，这有利于洪都拉斯人民的利益和需求。那么，您认为这段话反映了哪些现实呢？应该说呢，这充分反映出来啊，洪都拉斯的政治人物啊，非常了解跟中国建交不建交存在着非常大的区别。如果跟中国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的话呢，那么中国与洪都拉斯之间的贸易交往可以纳入到正常的国际贸易交往过程当中去。中国本身有着非常丰富的贸易的资源，而且呢，对于洪都拉斯的相关的一些农产品以及其他方面产品的需求的这个市场呢，也非常的庞大。第二点，对于金融这个领域来讲呢，应该说我们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呢，本身就是奔向这个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目标。所以说呢，是希望中国跟建交国家之间啊，通过各种资源的融会贯通，通过金融以及其他领域里边的一个相互的交融，来实现相互之间的互利互惠。应该说，跟中国建交的一系列国家呀，都得到了相关的一些利益和好处，同时呢，也使得中国呀，在和相关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过程当中呢，谋到了自己应得的相关的利益。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不断的使得自己的建交国家，跟中国建交呢，得到相关的一些利益，使得自己的国家能够得到相关的一些好处，使得自己的国民生活福祉、民生福祉有所提高。这本身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前车之鉴呢，使得洪都拉斯意识到，跟中国建交能够获得他们自己所需要的正当的利益。所以说呀，他们非常希望通过建交的方式来跟中国建立起来正式的、正常的这个相关的关系。而他们跟台湾方面建立的相关关系呢，这么多年以来，实践证明台湾方面并没有把他们当作非常重要的交心的朋友来看待。比如说，台湾从洪都拉斯进口的白虾数量本身就是很多的，但是呢，基本上这个到目前为止，台湾岛内的相关的一些人员，甚至通过媒体啊透露出来，进口白虾可以要洪都拉斯的产品，也可以从中南美洲其他国家的这个产品里边替代。所以说啊，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当前这个阶段里边，如果不抓住机遇，跟台湾方面，断绝掉这种关系，跟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建交啊，对自己的国家的发展跟国民的福利啊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洪都拉斯坚持与中国大陆建交，台湾将只剩下13个所谓友邦，这对于台湾的外事有多大打击呢？应该说呢，如果说洪都拉斯真的跟台湾当局，断掉所谓的邦交关系的话呢，对于台湾岛内的相关的冲击还是有的。但是呢，我们也会注意到一点，那就是民进党是一个非常善于操弄事件、操弄两岸政治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政党，并且呢，非常善于利用操作的这些相关的事件呢，为自己的选举服务。所以啊，不排除如果说洪都拉斯在今年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时刻跟台湾当局断交，会被民进党的这个参选者会被民进党当局操弄成一个悲情事件。那么这个悲情事件呢，就是中国大陆继续打压台湾，使得台湾断绝掉又一个的所谓的邦交国，使得台湾更加孤立。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民进党就能够更好的去旗帜鲜明的反对大陆。所以说，恐怕如果说洪都拉斯在这样的一个今年非常敏感的时刻里边跟台湾方面断交的话，被台湾当局操弄成为这个选举的事件，并且为民进党加分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好的，谢谢朱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